白骨如山望姓氏，无非公子與紅妝。王薛是假，王雪是假。洪承畴與康熙帝的父子野史瓜，終於不可避免地吹到了紅學圈。不過我不是紅學博主，而是旅遊博主，所以今天咱們就來到北京大觀園，一邊逛一邊根據沿途的真實看点，串一串曹雪芹筆下的那些紅妝往事。所謂的北京大觀園是一處位於北京的江南園林。既然在北京，那為什麼叫江南園林呢？因為它地方小，方圓才300多米，但是看点密集，要素過多，屬於是螺絲殼裡做道場。這正是江南園林的典型要素。所以待會兒聊到具體的看點，我就不上地圖了，因為這麼小的地方，你隨便走2步就能把所有的看點都給它一一看過來，所以走錯了也不礙事。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北京的大观园啊，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逛逛这儿。我是2023年8月过去的，这地方距離北京南站特近，稍微坐一會兒就到了。中途看到一個石牌樓，我以為是大觀園入口呢，仔細一看才發現，這其實是首都醫科大學，再步行一小段就抵達大觀園了。現在我們來到大觀園門口，能看到一對石獅子。柳湘蓮說過，這是大觀園裡唯一乾淨的物件。其實何止他這麼想，就連大臣鰲拜都表示，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還衝起主子來了，我要到太廟裡哭先帝去。這事兒就很耐人尋味了。現在我們刷票進去，全價票40元一位。進門後看到的第一個看點就是補天遺石。正因為女媧補天時有這麼幾塊剩下的石頭，所以才牽扯出《紅樓夢》的這段公案來。現在我們走進西側的分岔路，走一個順時針路線，就來到了桃花林。簾外桃花開依舊，簾中人比桃花瘦。可惜我這個季節不對，所以見不到桃花。這會兒不只是綠肥紅瘦，已經是綠有紅無了。緊挨着桃林的看點就是滴翠亭，書中寶釵撲蝶時就一路撲到了這裡。這一章的回目就叫做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所以與之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是花冢，也就是黛玉葬花之處。葬花即為葬華，彼時被埋葬掉的便是一整個被竊居的華夏。現在我們越過一片水域，走到翠煙橋區域。它在書裡是怡紅院和瀟湘館中間的要道，但在北京大觀園就不是了，它僅僅是挨着怡紅院而已。怡紅院那邊掛着怡紅快綠的大牌子，字面意思是令人喜愛的海棠和芭蕉。院內確實有西府海棠，當時沒什麼花朵，但在鮮花盛開的季節，它就是這邊最美的紅。另一側則是芭蕉樹，在我去的時候，這邊是翠綠欲滴的，這就是怡紅快綠中的快綠。這個地方便是紅樓第一男主賈寶玉的住處，可以說貫穿始終的主線，有相當一部分的劇情都是在這邊展開的。那麼怡紅公子會不會本該寫作怡紅公子呢？難說。另外在原著裡，劉姥姥當初進大觀園的時候，覺得這兒精緻的像是一位小姐的臥房，但現場的實際觀感並未體現出什麼女性化元素，所以我們來到這兒至少不會像劉姥姥一樣把它看成是某個小姐的臥室。距離翠煙橋不遠的地方便是沁芳亭。當初賈政帶着一幫清客在此處遊覽的時候，讓賈寶玉為此取名，因此處有花草沁芳，所以賈寶玉便為此處取名為沁芳亭。現在我們一路往北走，來到龍翠庵，這是賈府之內的尼姑庵，也就是妙玉帶法修行的地方。這邊有一處出名的景致，叫做白雪紅梅。在紅樓原著裡，這也是龍翠庵的一景。之後賈寶玉作詩落了下風，便被懲罰去那邊找妙玉討要梅花來着。可惜我是8月份去的，不夠應景，怕是得到冬天才能看得到完整的白雪紅梅。臨走時要邁過一個門檻，突然想起在《紅樓夢》裡，妙玉便自稱坎外人，賈寶玉則在邢岫煙的建議下自稱坎內人，以為區分。現在我們出來往水邊走，就來到了凹晶西館。在原著中，這邊是黛玉和湘雲聯詩的地方，也就是在這個地方誕生了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這個名場面。大觀園裡的凹晶西館是個開着空調的屋子，
室內還安排了一些古代服裝，可以讓你 cos 成《紅樓夢》裡人。從這兒往北走就是嘉蔭堂，這是賈母帶一家人於中秋賞月的地方。時間線上則就在剛才凹晶馆聯詩的前夕，於原著中出現。從這邊往東走，就來到了省親別墅牌坊，它的正面寫着金色的大字省親別墅，背面則寫着藍色的大字國恩嘉慶。省親指的是賈政的長女賈元春，在入宮後成為賢德妃，之後她得了皇恩，允許回家省親，但只能待1個晚上，就這還得感謝皇恩浩蕩。為了這樁子事兒，賈家便建下了这麼個大觀園。然後我們走進牌樓所屬的紅樓文化藝術博物館，先來到西配殿。這座殿內是一個展廳，其內部所展出的都是各式各樣的《紅樓夢》主題連環畫。熟悉紅樓原著的朋友對這裡邊的故事肯定不會陌生。而這種複刻紅樓故事的工藝種類則是纖維玉雕，所用的玉石材料叫做纖維玉，它擁有特殊的底色和紋理，這能讓雕刻出來的作品具有別具一格的觀感。而東配殿的展廳展出的則是關帝施竹畫，這是在關帝廟中比較常見的一種工藝品。相傳最早的關帝施竹畫就是關羽本人在曹營創作的題畫詩，旨在表達自己忠贞不渝的態度。正殿叫做顧恩思義殿，在《紅樓夢》原著裡，這個名字是元春親自賜下的。屋子正中間的人物就是賈元春本人了，她的衣服顏色包含明黃色，現實中得是皇後或太后才能用這個顏色。此外，這個屋裡還有一個服裝道具展，這些都是《紅樓夢》裡人所要穿的衣服，他們的造型元素也是以漢服元素為主，夾雜一些蜈蚣扣之類的元素為輔。此外，還有一些《紅樓夢》主題的雕塑，這都是年代不詳的工藝品，不是什麼重要看點，隨便看看就好。正殿的後身是一個露天的大舞台，這邊所用的团寿子、七頭女性和符文等元素，全都是一水的清式元素。在大舞台的旁邊還能看到大舞台的演出表，看來演出還挺不少的。它的最後方還有一座大觀樓，裡邊所介紹的是北京大觀園的歷史。其實這就是當初為了拍攝《紅樓夢》所建造起的布景，後來就改造為景區了。而且中國目前現存的類似景區可並不止這一處，我記得正定還有個榮國府，其餘的就沒調研過了。大觀樓左右兩側的樓分別是寒芳閣和醉錦閣，我記得這倆名字就在元春省親那一章出現過一次，此外就再也沒出現過了。至此我們就逛完了紅樓藝術博物館。出門之後別忘了看一看它的外圍，就能找到凸壁山莊。這個地方和凹晶西馆是對應的，凹那個在位置低的水洼，凸那個在高處的山上，也是一個適合觀賞風景的制高點。從這邊往東走一段便是梨香院，這個只能隔着院子大門看看。在原著中，它前期是薛姨媽住的地方，後來薛姨媽他們搬走了，便讓12個学戲的女孩子住進去了。後期這邊還短暫給尤二姐停靈來着。如果從這邊出發再往東走，就來到了恆屋院。恆屋便是古代香草的名字，因為薛寶釵身上有热毒，所以常吃冷香丸以压制，因此身上常有奇香。北京大观園的恆屋院內部還有一個香主題展，看來是和薛寶釵的這個香字纏上了。此外，這邊還有一個冰櫃，裡邊賣的就是當代冷香丸，也就是網紅冰棍，這個也能壓制熱毒。它門口的牌子是薛寶釵和賈元春並立的樣子，可能是暗指薛寶釵也曾參與選秀，差點走上賈元春老路的意思。它的南側便是看點了聽花絮，這是賈寶玉寫的景觀名，後來被賈元春給簡化掉了。了聽或出自唐代詩人羅烨筆下的暮天新雁起汀洲，紅了花開水国愁之句。花絮或出自唐代詩人崔國府的玉絮花爭发之句。如果再往南走，就来到了紅香圃，因為這邊的花非常多，所以得了這個名字。而在故事中，這邊則是給賈寶玉、薛寶琴、邢岫煙、平兒4人開宴慶生的地方，4個人生日恰好在同一天。這個階段發生了一件事兒，那就是湘雲喝多了，醉臥在一塊大石頭上。喝醉前大家在說酒令，喝醉之後他還躺在大石頭上說酒令。而北京大觀園裡也專門留了個湘雲醉臥處，他所睡臥的地方叫做芍藥陰，
就是以芍藥的落花當作墊入所形成的地方。湘雲常把賈寶玉叫做愛哥哥，這會不會是愛新覺羅的愛？是不是要告訴我們，愛新覺羅其實是賈公子？如果從這邊再往南走，就來到了稻香村，也就是賈珠的遺孀李紈的住所。他兒子賈蘭取了功名，為母親討了封沒多久，母親就去世了。如同康熙剛登上帝位沒多久，他名義上的母親佟佳氏就去世了一樣。這巧了不是？現場最讓人感嘆的一件東西便是熏籠。紅顏未老恩先斷，且以熏籠做到明。這說的不就是李紈的一生嗎？現在我們從這個位置往西走，就來到了紫菱洲。這是一處臨水建築，紫菱是水中生長的植物，洲則是水中陸地，處處和水有關。這裡是二小姐迎春，也就是那位不問累金鳳的諾小姐的住處。它的核心建築叫做坠錦樓，據說在今年這邊還舉辦過《紅樓夢》雅集活動，帶着大家一起讀書。但對比一下古今的紅學，還得是索引派的這個新分支，也就是紅學的格局要來得更大一些。從這個位置再往南走，就來到了了風軒，這是賈惜春奉元春之命所居住的場所。在書裡，這個地方距離藕香榭和秋爽齋很近，而北京大觀園的實體建築也基本還原了它的位置。它的核心建築叫做暖香屋，這是賈惜春所住的屋子。我們能從這邊看到有不少的畫卷，這也契合了原著中賈惜春善於丹青的特徵。這邊的另一個活動場所叫做藕香榭，這個地方和惜春更契合，甚至人們叫她藕丫頭的次數反而比四姑娘要多。盧雪庵距離他的住處也很近，這個地方就是史湘雲烤鹿肉，並和賈寶玉等人在此大吃大喝，然後聯詩的地方。從這個位置再往南去，便是秋爽齋了，但當時還在施工中，所以沒能拍成。不過在2023年10月，我又去補拍了秋爽齋，這次才算是湊齊了素材。秋爽齋是三姑娘賈探春的住處。她在賈家的這幾個女兒裡，算是比較有主見、有本事、有才華的，而且真能辦得了事兒。可惜是個庶出的出身，找對象是會吃大虧。而且在大廈將傾的年代，她就算是有本事，也很難有什麼作為。最後一路遠嫁，不知下場如何。這邊的地標建築是海棠樹，雖然和原著中的海棠有點區別，但也復原了秋爽齋藕節海棠社的主題。而此處的小翠堂則是這邊的主體建築，也是探春日常居住之處，但它在原著裡的存在感卻並不高，一共也沒出現幾回。而此處出現的匾額銅簡秋風，則是賈元春親手寫下的名字。而秋爽齋自帶的拜月台理論上是大觀園的一個制高點，實際上周圍全是樹，就算是登上來，怕是也看不到什麼。現在我們一路往北走，就來到了潇湘館。這裡是2位領銜女主之一林黛玉的住所。這個地方的名字得名於順帝的瀟湘二妃，也就是娥皇女英。大觀園的這個院子裡還特意安排了很多竹子，但這個不是淚痕斑斑的香妃竹，而是普通的竹子。而院內建築的配色也是綠色調的，與我們之前看到的竹子屬於是同一色系的，連上邊的匾額有鳳來儀用的也是綠色的字。走進內部之後，它的陳設和原著中的描述是有所不同的。原著中黛玉的住處有很多的書，但這邊卻把書房改成了琴房，整體的畫風也隨之一變。書中林黛玉的批語是玉帶林中掛，所以林黛玉指的可能是吊死在歪脖子樹上的崇祯帝。而与林黛玉有过交集的賈雨村最後扳倒了榮國府，就如同投降了清朝之後便大力扳倒各個故人的洪承畴一般。最後臨走之前，我路過了曲徑通幽，這是大觀園的出入口，也是我們當初走進紅樓美妙世界的必經之路。至此，我們就徹底逛完了北京大觀園，也盡可能的復原了我收集到的其中與洪承畴、康熙相關的劇情。這才是開闢鴻蒙，誰為青冢。當然，我收集到的這些信息肯定是不齊全的，也隨時歡迎刷到視頻的各位在評論區補齊你們知道的紅學知識。目前在網友的努力下，這方面的信息可以說是越來越齊全，越來越完善。除了往紅學上擴展之外，甚至都擴展到讓子彈飛那邊去了。
你可以理解為像曹雪芹、姜文這個級別的人，他們知道的信息遠比我們多，其中也包括被文字獄掩蓋的清宮往事。你也可以理解為讓子彈飛和《紅樓夢》這樣的作品信息密度大，所以它能常看常新，並與任何新出現的梗融合。無論這段野史是真是假，我們也一定不能中斷討論，只有堅持去完善、去思考，才能逐漸逼近真相，並讓那些被虛假神化的帝王乖乖地從王座上下來，並讓那段距離我們最近的歷史回歸它應有的位置，那才是歷史的公正一面。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